抗美援朝牺牲我军近20万，新中国背负30多亿国债，朝鲜何以为报？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迅速出兵支援朝鲜。虽然最后我们胜利了，但代价却是十分巨大的。近20多万英勇的战士就此长眠于朝鲜，30多亿的国债更是让当时的新中国举步维艰。那么朝鲜该如何报答我们呢？在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先后派遣300万人入朝作战，其中就有近20万志愿军战士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并且在3年的持续战争中，我国的军费支出高达62亿元。除此之外，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了13亿美元的装备，足够武装64个步兵师、23个空军师，按当时的购买力算，折合换算有30多亿人民币。后来苏联移交旅顺港口时，因为一些装备带不走，就留下折算给我们，价值大概在9.8亿人民币。于是我们就欠下了近40亿的外债，使得我国从1950年建国伊始就不得不开始偿还债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可不是王朝更迭，有前朝的金银珠宝、文玩字画去补充国库，更别提蒋介石眼看落败在即，把各大银行搜刮一通，然后紧急转移到了台湾。这也侧面说明了新中国初期真的很难。那么这笔外债最后还了吗？苏联和新中国虽然同属红色阵营，但却并非无偿帮助。中国欠下苏联的40亿外债，到底如何偿还呢？按照苏联的约定，中国必须在1965年前还清所欠债务。可当时的新中国穷啊，根本没有积累，于是苏联就盯上了我国的矿产资源。当时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矿产的作用，于是就将开采出来的钨、锑、铅、锡等大量矿产以及农作物全部拿出来运往苏联，尤其是新疆的可可托海矿区承担了重要的还债部分。后来苏联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道路，执意以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国身份自居，违反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两国关系逐渐恶化。1960年，苏联以贸易订单为由，强制要求中国提前归还30多亿武器贷款。我们见此也并不再客气，拿出了当年购买武器的协议内容，并保证会完成协约内容。于是后来的故事大家也知道，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开始努力奋斗。最终在1965年5月11号，我国完成了贷款的偿还工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既然中国帮了朝鲜这么大的一个忙，朝鲜又是如何报答的呢？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之所以会支援朝鲜，一方面是出于国家边境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回报的因素。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朝鲜先后派出过25万青年军，在辽沈、长春等战役中为我军增添了许多生命力。除了人力上的支持，朝鲜还把日本留在朝鲜的各种武器尽量送给了我党，还将国内生产的武器装备只留自用，其余的部分全部用于支持革命事业，为我党之后的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了机枪、步枪、大炮在内的武器装备10万件，还有各式装备子弹以及有色金属。另外，朝鲜还为解放军提供大量药品、生活物资及军用物资若干。可以说，朝鲜的支持为我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存在着不小的汗马功劳。